英。把这个拉在车上啊。谢谢。怎么这么久都不开门啊？打给曼宁，可能他在厕所。也是。对不起，我临时有事，改天再约。怎么了？曼宁就是这样，喜欢临时改变主意，说风就是雨。他说他没空。现在怎么办？只能等他有空再来吧。好吧。曼宁，我本来不想这样的。曼宁，进来再说吧。怎么样？可英怎么说？怎么了？说啊。我今天来是想亲自跟你说一声，可英的事我不能再帮你了。我已经接受他们在一起的事，也希望你能祝福他们。不是说好要帮我最后一次吗？你帮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纠缠。可英和舒恒彼此相爱，我们没必要再去横插一脚。我们的条件这么好，还怕遇不上更好的人？看来你已经原谅他们了。我尊重舒恒的选择，我气的是可英，他明明心里喜欢舒恒，却不敢承认，还想着怎么成全我。不过，我还是不舍得这个朋友。可英 ，It's so lucky to have a friend like you。想喝什么？果汁可以吗？都行。哎，你这家还蛮不错。谢谢。还有一部分家具在美国，正准备托运过来。你这摆设品很特别哎。我本来以为这是你和可英的合照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20多年前的照片。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。难道你喜欢可英是因为她长得像你的前女友？你会不会告诉可英？丽丽，我觉得你应该放下可英，她不是你的前女友。我知道。你会不会告诉可英，
，David，手太聪明也不是件好事。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太多事。Perfect. 有空吗？1点钟来我家见个面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谢谢你，你还是帮了我。可盈，可以。舒恒进步了很多，比以往更愿意分享他的感受。谢谢你啊，Dr. 苏，你那么忙，还要抽出时间来帮舒恒。不客气。你还好吗？你看起来心不在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曼宁失联了，他已经2天没有去上班，手机关机，简讯也不回。我上去他家敲门，也没有人应。他是不是不能接受你跟舒恒的事，一个人出去散散心？不像曼宁，他虽然随性，但是从来都不会一声不响的消失。尤其在工作上，他很负责任，绝对不会突然断联的。如果你们真的担心，不如先去报警。你不要担心，已经报警，警方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闹得很不愉快，我最懊恼的就是和他喜欢上同一个人。我本来以为他约我见面，我们能和好，可是没想到他突然爽约，
现在想想，是真的有点奇怪。嗨，我给苏珍发了简讯，知道你们在这里，就过来看看。不会打扰你们吧？不会，苏珍已经跟我说了你和舒恒的事，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你。啊，有件事得跟你们说，我在美国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，这几天就要走了。你不会是想离开伤心地吧？我去叫点饮料，你们还想喝什么呢？不用了。David 是我谈得来的朋友，知道他要走了，还真舍不得。希望他在走之前，我们能再聚一聚，帮他办个欢送会。没问题。我还是喜欢三元书族的芝麻糊，他的案子是怎么样的？听说精神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。精神鉴定报告确认，胡三元患有急性应激障碍，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这对我们的案子很有利。只是我一时联系不上曼宁，所以这个案子由石远接手了。警方已经查过，曼宁没有任何出境记录，也没有入院记录。昨天是曼宁妈妈的生日，她连个问候的简讯都没有发。安婷很担心，打给我，问我知不知道曼宁去了哪里。我也不要总往坏处想，可能曼宁就只是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她一向性格很坚强的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送给你们两人的礼物啊，让你们出国散散心。我声明啊，我很开明的，我不介意2个人去，3个人回。为什么是3个人回？看来啊，要指望你让我早日抱孙子是不可能了。我先把碗拿去厨房。我来。幸福的女人果然不一样啊。周洪涛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正直，他之前为了洗脱教唆杀人的嫌疑，伪造了录音证据。你身为检察官，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还是说你会包庇他？不过分吧？不跟你开玩笑。周爸，喝咖啡。哦，我好久没有喝你亲手泡的咖啡了。你泡的咖啡就是香。是周妈教的好。对了，周爸，双溜被撞死的案子今天下判了，被告杨欧文和郑嘉玲承认误杀和教唆误杀，控方要求判处终身监禁，法官最终判了杨欧文坐牢16年，鞭刑4下，而郑嘉玲刑期18年。我知道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案子？听说郑嘉玲的辩护律师是安哥 Peter， 近几年他已经很少接刑事案了，没想到他会接这个案子。看在和郑嘉玲多年的情分上，哎呀，托老朋友帮个忙。郑嘉玲那么对你，你还愿意帮她？真的只是因为念旧情？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呀。可是很多时候，当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，
还是会做出一些违背原则的事，不是吗？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不会。就像我常说的，身为律师，心中应该坚守正义，保持公平、正直。我的诚信被他毁了，我以后在这个圈子怎么立足啊？不行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就当你没有代言诗人，钱的损失就当交学费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子算了，你一定要帮我，给他一个教训。谢谢。为什么这段录音没有列入案件的证据？你没有核实过它的真实性吗？初步鉴定没有发现有剪辑痕迹，郑嘉玲也承认录音中的人是他。因为这段录音跟郑嘉玲教授杨欧文没有关系，所以没有被列入呈堂证据。这个案子不是已经判了，你为什么要听这段录音？我收到一个匿名举报，需要这段录音。希望他能帮到你。谢谢你。曼宁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手机还是关机的状态，没有消息。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宁就在这里。那天他来警局找舒鹏，喝醉了，说了很多。你如果真的跟舒鹏在一起，我会祝福你们。维特，谢谢你。我想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只有你懂他。你们之间的默契是旁人无法理解的，注定要在一起。这里就是曼宁的办公室，最近他一直没有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的。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他出事了，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看看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尽管问，我们都会配合你。谢谢。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曼宁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星期五。他有什么奇怪的行为吗？没有啊，一切正常。我们还一起吃午饭，有说有笑的。原本还说好下班后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餐，不过他接了一通电话后跟我说有事不去了。你知道他有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跟她的新男朋友有约吧。爸，可以确定大家最后一次见到曼宁是9月26号星期五，他没有任何异常。看了他留下来的工作记录，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？曼宁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，他不会这样无故失联，丢下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事了。你们刚分手不久，他就失踪。哦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我是担心可盈会自责，他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定很内疚。希望曼宁没事。你需要找人说话或者找人陪，可以来找我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爸爸和你一起面对。如果曼宁真的出事，可盈会很难过。可盈这几天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哎，你想不想让可盈有胃口？等一下呢，加一点这个，好，调味粉、五香粉啊。最后呢，要放一点
蜂蜜，这个要放多一点的。可盈喜欢吃甜的啊。哎，这只鸡要跑哈，你要抓住啊！经过最新的软件分析，这段录音是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。里面也是可以。哎，可盈找回来了啊！你先休息啊。鸡烤好了叫你。这只鸡烤得不错，舒恒是有烹饪天分的。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下厨啊，煮饭给可盈吃。啊，谢谢爸。可盈啊，事物不能只看表面啊，你要尝一尝这只鸡，再下判决啊。有这么难吃吗？舒恒，你尝尝。还可以，不难吃。抱歉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没有什么胃口，我等一下再吃。可盈啊，今天你这么累，一定是工作太忙了吧？饭也没有好好吃，啊，来喝点汤。这放心，这个汤啊是听做的。来，我收到一封匿名简讯，举报你，伪造你和郑嘉玲的一段录音。我已经把这段录音拿去做鉴定了。你大概已经知道鉴定结果了吧？那你是要亲手抓我，毁掉我的声誉，看着我身败名裂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一直教我要相信法律，捍卫真相，你却知法犯法，违背应该坚守的原则。我承认，我这么做是不对，但当时的情形对我非常不利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被控教唆杀人的就会是我。为了自保，我别无选择。如果你没有做过，就应该相信法律会还你清白。你口口声声说当律师是为了正义，自己却做了这么不正义的事。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教过我的一切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，每天都有罪恶在发生，有多少真相被掩埋，有多少恶人逃脱罪责。我只是用了一点点手段，而且把坏人送进监狱，结局对社会还是好的，不是吗？周爸，我不想看到你出事，可是我也做不到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可以，我知道举报我的人是谁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只要你什么都不说，那一切就都会过去的。来，可以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，我就卸下一切职务，彻底退休。周爸年纪大了，不图什么，我只求可以安稳的生活。你和舒恒结婚、生子、幸福，我就这点愿望，不过分吧？
你在看什么？是不是不舒服？下厨做晚餐是爸的主意，本来是想要哄你开心，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。你跟周爸一起下厨，开心吗？应该是开心的。为什么是应该？上高中后，我们一家就很少一起外出活动，爸总是很忙，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如果可以，我还想跟爸爬山、钓鱼、喝咖啡，下厨也行。书恒，我Officer Wilson 说，已经和国际刑警取得联系。2006年，美国的迈阿密；2013年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2020年，法国的马赛都有类似 MO 的命案。这几宗案件的死者，还有你妈妈，都是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的华裔女性，她们都身穿白裙，被人掐死之后弃尸于偏远树林。这意味着凶手有一套固定模式，甚至是某种仪式，对吗？凶手很小心，作案范围也很广泛，几年来一直没有留下明显的线索。目前在本地还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件，这说明他可能还没有在这里行动过。这家伙太狡猾了，要抓到他难度不小。只要坚持查下去，总会找到突破口，一定可以把他绳之以法。我们绝对不能让犯了法的人逍遥法外。谢谢你，苏珍，没有你的帮忙，我很难约到可以。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只是要一个机会。原本以为树恒跟可盈在一起，你是不会帮我了。对了，我听可盈说你和他的爸爸也是大学同学。原来你跟静云是喜欢同一个人。我等一下还有一个 appointment， 那就先预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，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。来了。可盈 ，Hello， 快进来 ，Dr. 苏也刚来。知道你今天下厨，我也想让书恒尝尝你的厨艺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欢迎你们。嗨，Dr. 苏。哇，你的家挺特别的，很有味道。你们先坐一下，菜马上就好。好啊。谢谢。有餐厅的水准，真看不出来你多才多艺。你不当飞机师可以开餐厅哦。你们别逗我了，我很少下厨的，只有爱的人才能吃到我做的菜。那不是我们的荣幸吗？你和可盈，现在还有书恒，都是我在新加坡最珍惜的朋友。要离开这里，我真的有点舍不得。你应该舍不得你的娘惹菜吧？喂，曼宁现在在林厝港东树林15号登住，动作快！说清楚。是谁打来的？有人打来说知道曼宁在哪里。
什么？应该就是这里。电话里头说15号灯组。这里这么偏僻，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来。曼宁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 ？I don't know. I think it's a prank. 我总觉得这通电话很不寻常，能知道舒恒的手机号码和曼宁失联的事，说明这不是普通的恶作剧，可能是熟悉他的人。我进去找，你们在这里等，万一有状况马上报警。我陪你。里面太偏僻了，不如我们一起进去，人多比较安全。如果曼宁真的在里面，我们4个人也比较快找到。好吧，大家小心。曼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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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到的话就回一声。曼宁，难道真的是恶作剧？不是，这里这么偏僻，却有人走过的痕迹，曼宁可能真的来过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再分头找一找。嗯。可以，可以，你看，这是曼宁的鞋子。曼宁，曼宁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电话里的人跟你说，来到这个树林就可以找到曼宁。对，对方还有动作快。你真的不能确定电话里的人是男是女？觉得是个女人，但是对方用了变声器，真的没有办法确定。是，Dr.高已经有初步的验尸结果。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外伤，眼睛有点状出血，颈部有淤痕。初步判断死因是颈部被压迫致死，可能是被掐死或者勒死。是，这个是尸体底下找到的。周书恒，我们怀疑你跟姚曼宁的命案有关，现在逮捕你回警局协助调查。是。我没有杀人。
手帕是曼宁说要帮我洗的，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尸体旁。最后一次见到曼宁是9月14号那天晚上，他来警局跟我提分手。我说哦，社也看到了。9月27号那一天，曼宁发简讯叫可盈去他家，我陪可盈一起去。可是到了之后，曼宁又突然发简讯说临时有事，改天再约。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都记下了吗？Sir， 我电脑才刚打开来，他就把我要问的问题全部都回答完了，我都不懂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呢。我有问题，你们找到案发第一现场了吗？曼宁的死亡时间确定了吗？是什么时候？你们查看曼宁家和附近的 CCTV 了吗？现在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？周书恒，你是嫌犯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姚曼宁尸体旁的手帕上有你的 DNA， 而你又是她的前男友。我亲眼见到姚曼宁跟你提分手的时候，情绪很不稳定，不排除她之后再来找你。你们因为感情起了争执，你一时冲动掐死她。我没有。9月14号之后，曼宁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了。如果你不是凶手，怎么知道埋尸地点？你说的那通电话是来自国外的号码，我们根本无法查证内容啊！你要说什么都可以。我没有做过。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为什么要引你们到埋尸地点，还留下自己的手帕让你们找到？很明显，我是被栽赃的。9月26号、27号，你都做了什么？去了哪里？那是曼宁的死亡时间吗？现在是我们在问你，不是你问我们。书恒，你就好好配合一下，可以吗？那段时间我受了伤，没有工作。26号整天在家里看书。27号中午陪可盈去买东西，然后去曼宁家。曼宁不在，我们就离开去接我爸，到餐馆用餐，然后一起回家。26号那一天，有谁能证明你一整天都在家，没有外出？我家的帮佣厅还有可盈都可以作证。那晚上呢？他们一直都跟着你，都没有跟你分开过？可盈，不好意思，没通知就来了。散心散到你家附近，就想来坐坐。没问题，进来。书恒怎么样了？我很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不管你想聊什么，我都可以。你不是说要离开新加坡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想确定你没事了，我才走。我上次来没有这个。对，刚摆出来的。你喜欢吗？挺特别的。这，我妈妈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。是吗？可能这就是缘分。You know what they say, right?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return to where they came from. 你认识我妈妈？是的，当初你妈进园是跟我一起去了美国，
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和你妈也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可惜她人在我身边，心却一直在你这里。她一直很想念你，想快快回来找你。那她怎么回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们分手后就失去了联络。这是我送曼宁的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之前见过曼宁，她因为你和舒恒的事很不开心，我担心她会胡思乱想，就去安慰她。哦，对了，她还写了一封信，拜托我交给你。我也算完成了任务。Objection！ 你真以为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我气的是你总是不为自己争取，做任何事永远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你知道吗？身为你的 BFF，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开心，不想看到你活得这么压抑。周可盈，你是我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。现在本席宣判，你要一辈子幸福。祝福你和舒恒。曼宁原谅我了。David， 你做什么？放手 ！David， 放手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True beauty deserves to last forever.